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对，最近我们又干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在福建号上用电磁弹射起飞了3种飞机，歼35、歼15T 以及空警600。国内又开始疯狂了，我们好厉害，我们又弯道超车了。咱们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跟咱们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这些高兴固然应该高兴，我们第一嗯次实现了电磁弹射在航母上，但是也要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只是刚嗯刚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航母搞舰载机弹射一直期望了很久，我从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舰载机在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这件事儿。当时的电磁弹射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考虑用蒸汽弹射，就是和美国嗯福特号以前的航母一样，一直在用蒸汽弹射。而蒸汽弹射这项技术本身也是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高度保密的技术。它最嗯关键的一项技术是它那个开槽气缸，怎么样能够在保证密封性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它足够的弹射力，这是非常难的。等于我们当时想了很多方法都做不到。在这点上来讲，现在世界上真正有这种蒸汽弹射技术的，只有美国和法国。你像俄罗斯就一直不行嘛，英国的也没有弹射器。到了现在，中国突然发现未来的弹射发展方向是电磁发射，所以真正实现了一次跨越式发展，跳过了蒸汽弹射，直接搞电磁弹射。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次典型的弯道超车。但是你想说一下子就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我们可能还得再观察一下，因为，OK，很多新产品出现的时候，它的性能可能还不如旧的。就比如有可能美国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它的性能可能还不如它以前的像什么艾森豪威尔号这上面使用的蒸汽弹射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在嗯。实际中也经常碰上，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清楚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迈出了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这第一步，那么再往下走，我们也能够预期这个路肯定是越来越宽。是，在没有弹射之前，是不是我们看到以前的这2艘航母，它前头有一个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叫坡度，滑跃的这个跑道。对，我们从早期开始说，那最早的航母大概出现在1919年到1920年，嗯到二战，整个这段期间，这些航母上就既没有起飞的坡道，也没有弹射器，都是靠飞机自身的动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当时轰炸东京的时候，把 B-25装上去，没有这些相应的辅助设施，所以 B-25这种陆基轰炸机是很难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为此还为 嗯 B-25进行了大量的减重，这是最早期。后来慢慢的发现需要弹射器，这时候美国和法国就开始各自开发自己的弹射器，他们就研发出了蒸汽弹射，而英国就没有进行相应的研究。所以你看，即使到1982年马岛之战的时候，英国的航空母舰它还是没有弹射器，它使用的是像海鹞这样的短距起飞的飞机。海鹞真正在英国的无敌号航母上起飞的时候，它不是使用垂直起飞，它是短距起飞，因为短距啊，起飞可以带更多的油和更多的武器，所以它是用短距起飞的这种方式。再到后来80年代开始，人们突然发现说，我如果能做一个坡道，让飞嗯机沿着坡道起飞，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飞机的燃油携带量和载弹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管是西班牙，包括英国后来的航母，包括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就都开始出现了这种滑跃起飞。而美嗯国就一直在保留它的弹射起飞，法国也一直在保留它的弹射起飞，所以美嗯法现在是有蒸汽弹射起飞的航母的，而其他的国嗯，家在中国的福建号出现之前，都采用的是这种坡道的滑跃起滑飞。跃起飞。对，了解。那么滑跃起飞跟咱们现在使用的这种弹射起飞之间，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差异？首先滑跃起飞它没有弹射器，而弹射起飞它有弹射器，最大的差异就是，如果我采用滑跃起飞的这种方式，我的这些舰载机不能够携带满油，或者是不能够携带满弹。
要么我油少带一点，要么我氮少带一点。而弹射起飞，只要我弹射器的弹射力够，那么我可以让我的舰载机满油满弹起飞，这样就能极大的提高航空母舰在进行作战的时候的作战效率。因为航空母舰把舰载机弹射升空以后，我们希望舰载机能够带更多的油，这样它能飞得更远，到更远处去执行任务，或者它能够的留空时间更长，在空中更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带更多的武器，这样的话它在空中作战效果才更好。但是你滑跃起飞，你不能携带满油或者不能携带满弹，这时候在作战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让它能够在空中发挥最大的效果。通常的做法就是飞机挂满弹，把所有的这个武器都挂上，但是不挂满油，比如只是半油。当这架飞机升空之后，这时候再起飞另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不挂弹，但是带的是满油。两架飞机都升空之后，以伙伴式加油的方式，把第一架挂了弹的飞机的油箱给加满，挂了弹的这架飞机去执行任务，而这架为挂弹机进行加油的这架战机再降落到航母上，再重新去加油。战斗机给战斗机加油，这叫伙伴式加油。像辽宁号、山东号，如果要是去执行任务，恐怕就要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使用的也是这种作战方式。而如果要是我们现在采用了弹射起飞，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仅从我刚才的表述，大家就能看出来，作战效果肯定是大幅提升。对，其实包括像英国这种垂直起降或者是短距起降，其实它在起飞的过程中是极其费油的。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是短距起降，我都不说垂直起降更费油了，就短距起降，这个如果你不实施伙伴式加油，你可能只能去打一些空军力量非常薄弱的国家，比如英国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打阿根廷，即使它没有伙伴加油，它也可以去打阿根廷。但是你要打一个空军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你这种作战方式恐怕就不行。了解。我们现在实现了电磁弹射以后，是不是就全世界只有我们跟美国有电磁弹射，法国还是在用蒸汽弹射？对，现在我看到网上还在讲说，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超级电容器加上直流电机的方式来去实现的，而美国的像福特号什么的，他们使用的是这种叫做超级飞轮和一些交流电动机的方式来去实现的。这一块也不能够叫做领先，实际上这一块应该是两方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相应来讲，中国可能在电容器这方面的技术路径比较成熟，因为电磁弹射使用电容直流电机方式，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叫直线电机。那这种直线电机应用场景其实是现在来看很广的，电磁炮是直流电机，我们做的这个磁悬浮高铁，它也是直线电机。所以直线电机应用非常广，我们甚至以前还研究过用这种直线电机来取代运载火箭的第一级，有没有可能说把它进行一个弹射，由此来缩小运载火箭的体积。当然，这都是小的运载火箭，而不是像长征5号或者猎鹰9号这样比较大的运载火箭。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那些固体运载火箭，像星际荣耀的双曲线1号这类的火箭。有可能将来可以改成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弹射，要么它就可以减少火箭的发射重量，要么可以增大火箭的载荷。是。现在我看到网上的解释，像福特号的这种超级飞轮，它大概是有4个很重的这种飞轮，应该是在它的核动力航母上，它电力也比较充分，用45秒让这个飞轮转起来，直接就把飞机弹出去，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咱们现在是使用这种超级电容器，大概是在60秒上下进行一次充电，用1到2秒钟把这个飞机弹出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异。超级电容器这种方式应该更可靠一些。这个恐怕不好说，只能说是各个国家的它的技术水平在哪儿，它更习惯于用哪个，因为毕竟这都是新事物，你上来就给它下这种超级电容器更可靠的这个判断，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我们还要再看，这都是新事物。那咱们这一次弹射的3种飞机，给我们稍微
介绍一下它们都是干嘛使的，有些什么样的差异？这次为什么公布弹射3种舰载机？其实主要是它的用途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歼 15T，歼 15T 款它的原型机就是苏 27、苏30、苏嗯33，就舰载俄罗斯的舰载机嗯这样改进过来的。它现在在未来航母中的作战定位主要是用攻击用，用它来攻嗯击地面或者海面的目标。相应来讲，它的起飞重量是最大的，因为它要带大型的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空对舰嗯导弹，所以它嗯会起飞重量会最大。这就是歼 15T 这一块。对于弹射器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它的弹射力。如果它能够把满油满弹的歼 15T 弹射升空，说明我们的电磁弹射现在就已经是性能相当不错了。这是第一个歼 15T 这块。歼35它在未来的航母作战中，它应该主要担当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作用，所以它是一款空优战机，而且它是隐身机，所以它应该是机内挂各种空导弹来夺取嗯空中优势，比如嗯防卫航母上空的领空，或者是为歼 15T 护航，这是它的作用。如果有敌人的战机想来攻击歼 15T，那由歼35用空导弹把它击落，来守护歼 15T。这是歼35的作用。预警机的作用在印巴空战中，我们已经看到的很多了，嗯所以我不用多介绍。预警机它主要就是相当于提供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空中的预警和指挥。我们是希望它能够留空时间尽量长，不要老降落加油，所以它应该带的油会比较多。但弹射的时候，它并不需要带什么武器，所以这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我现在看到的数据是，歼35起飞的速度是150到170节，一节应该是1海里1小时。一节大概是1.85公里。对对，他们现在等于在海上都是用节这个单位的。它的主要载荷是这种油啊还有弹药这些东西，所以它的空的是17到18吨，装满油是25吨。歼 15T 也是150到170节可以起飞，空的是17.5吨，装满了是33吨，这玩意儿比歼35沉多了。对，因为它带的弹大，它带的弹 OK，大，好吧，这应该主要大在武器上，它并不嗯一定大在油上。为什么我不推断说它带的油多？因为你歼35和歼15是配合使用的，在嗯，使用过程中，歼 15T 是用来攻击的，而歼35是用来守卫的。防控，如果你要是让歼 15T 飞得很远，超过了歼35的范围，那歼35就没法提供守卫了。对歼 15T 嗯，来讲就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俩的是飞行距离应该基本差不多，才能够提供守卫。这种多出是。来的重量就全都集中在了挂载的航弹上。空警600这玩意儿比较慢，120节到130节就能起来，不像那个是要到150到170才能起来。其实它是螺旋咱们在桨飞机，对93阅兵的时候，它有这个飞机在天上飞，所以对，应该可以判断出来这东西并不需要飞多快。它的空的是25.4吨，装满了是30.5吨，这玩意儿装5吨油这东西，我觉得5吨油都少了，能多装点再多装点，尽量延好吧？长它的留空时间。这种东西就飞上去以后，它等于相当于是整个航母战斗群的耳目就都在这上头飞着了。对，这相当于就一个对空中雷达站。对，是这样的，你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必须保证有一架预警机一直在空中。所以，比方说我第一架起飞了之后，在空中工作，没油了，想落回来之前，先第二架先飞起来，接替它的工作，你这架才能降落。是。现在我们还在吹一个事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非核动力航母上上电磁弹射。其实我觉得啊，把电磁弹射器用到非核动力航母上，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要用核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时候是要有几个条件的。第一个就是周围的风速要合适，太小的风，舰载机想满油满弹起飞，即使有弹射器也是比较难的，所以要有一定的风速合适。第二点是航空母舰要以全速，然后顶风飞行，这样来增加舰载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方便舰载机满油满弹起飞。
所以我们的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的时候，航空母舰的主要动力输出全都是用来驱动航空母舰全速前进的。航空母舰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电设备也在耗电，多出来的这部分电才是用于电磁弹射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常规动力，我的电力冗余恐怕就有点不足，而使用核动力，我就可以把电力冗余搞得非常充足。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航母可以持续的快速的弹射起飞。所以最终尽管我们目前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既然我们用了电磁弹射，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要用核动力。是，像它这种等于电力冗余不够，你去给弹射器充电，我们可能开船就没那么大劲儿了，就这么个理解法。或者你的充电时间很长，充电时间就要延长了。是，而且我是指的是连续，特别我指的是连续，而不是一次。你要起飞1、2架飞机，这个看不出来。要是真正战局比较紧的时候，你要连续，比方说20分钟之内弹10架、弹15架起来，这个时候你会受影响。是因为现在福特号它这个数据是公开的，它一天正常的这种设计要求是160架次可以弹起来，它是有4条弹射跑道。在顶峰时期是可以到270架次可以弹起来。咱们福建号现在目前为止应该还处于一个训练状态，所以并没有公开的数据出来说我一天到底能弹多少架起来。咱们是有3个弹射跑道。对，这个天弹射的数量其实也并不是我刚才所说的作战时候最紧要的时候弹射。160的架次，那你平均到一天里面实际上也没多少了。密度不是很高了。我说的那种情况是更极限的情况，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情况，你这个天的出勤率，我们一般叫出勤率，实际上和飞行员还有航母上这些操作人员的训练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没有特别熟练的航母操作员，那你也达不到这个。所以现在来说，福建号每天的舰载机的出动率能有多高，还有点为时太早，我们还得往后看。他可能还没训练到那个状态。对，没训练到那个状态呢，并不一定是技术的问题。是，福特号它是45秒充能一次，等于从头开始充能，45秒以后，它就把那飞轮转起来了，就可以挂上飞机，2秒钟把它扔出去。咱们现在预估大概是30到60秒一次，每次每轨，它等于是咱们是3轨，它4个轨，咱们等于每60秒可以把这一个轨充满了，说噌扔出去一个。福特号的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是吧？对，中国的这些应该都是一些军事爱好者猜测的。对于你刚才说的中国的这些数据，实际上我是要问一下，这些军事爱好者他到底和行业的相关度有多少？如果要相关度不高的，他可能信的采信度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还是要再看。我觉得目前没必要去谈论这个。从理论上讲，只要你的电力输入足够，你电容充电的速度应该是很快。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使用常规动力，你的电力冗余不一定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即使对于一个电容你的电力冗余够，但你可能要同时给更多的电容充电，因为假设我是一个电容来负责一个弹射器，那3个弹射器就是3个电容，我要是想快速发射，我可能有更多备份的电容，等于这个弹完了，它去充电去，下一个就开始干了。这又既会影响到航母上的空间，也和你的充电速度有关，是电力冗余的量有关。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用那么快，因为你想把一个飞机正儿八经的摆在跑道前头，也不是1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儿。对，它是这样的，不是，它是这样的，3个一组，你3条跑道就3个一组。我的前面这2个弹射器，这2架飞机都放在这儿，左后方的一个弹射器，飞机也放在那儿。第一个弹出去，你去处理这个弹射器的，第2架飞机马上就起飞。第2架起飞之后，第3架马上就起飞，它会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停顿进行维护，它是这样的。对，还有一个是这样，我们看视频的时候，空警600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你看不出来它是满弹还是满油，因为油也是装在里头的。但是歼35和歼15T 看着都光光溜溜的，歼35是不是本来弹仓就在里头？它是隐藏弹仓的。隐形飞机歼15T 是不是也是没有挂弹就把它弹出去了？这个不太清楚，从外形上看，它应该是没挂弹了。等于现在虽然弹射了，但歼15T它是不是
满弹最少我们现在看不是满弹，后面还有很多实验，所以我对一直在说这只是第一步，不要高兴得太早。对，我印象里，原来二战的时候要求这种飞机在满油满弹的时候是不允许降落的，就不允许向这个航母上降落。那当然了，一般来讲要求你要空中放油，甚至要把你对，挂的那些炸弹都扔了，你再在航母上降落。你要满油满弹降落，航母的甲板都不一定承受得住，甲板的强度肯定不是按照你满油满弹降落的来设计的。如是，果要是按照那种设计，我航母的重量增加就太多了，我不能那么设计。嗯，假如你碰上紧急情况刚起飞，你碰上紧急情况满油满弹，你需要降落，你把油放了，你把弹扔了，你来降落。好吧，这个挺浪费的，但是比起航母的安全来说，还是划算的。从现在看，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福建号上的这种电磁弹射，其实是在为未来我们做核动力航母的一个提前的演练？肯定是，而且我可以相信福建舰未来可能真正把它用于实战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它应该是用于训练。那么未来我们真正出去作战的航空母舰的主力，应该就是核动力的电磁弹射。OK OK，但是我们下一艘应该现在是有2个船厂在开了双航母，有一艘依然是常规动力的，还有一艘应该是核动力的。没问题，那你的下一艘到时候也可以把它用于训练。最主要的其实是什么意思？是你打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你对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你动力、电磁弹射，甚至你辽宁号常规动力、滑液起飞也够了。但是你要是碰上强敌了，那你可能就得上核动力加电磁弹射，得看你的对手。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咱们在最后，中国现在除了在造航母之外，还在造一种叫做两栖攻击舰的东西，这种上嗯，面也开始上这种电磁弹射的跑道。在两栖攻击舰上上这种电磁弹射跑道，应该主要的目标不是说用来弹射载人机的，主要是用来弹射无人机的，这样它可以较少的占据甲板的空间。我估计是这样的。那也有人管这种两栖攻击舰叫做轻型航母。随便它怎么叫，这种两栖攻击舰到了那些小国家，肯定叫做轻型航母。你像泰国的那个航空母舰才1万多吨，你一个两栖攻击舰现在可能2万吨，大的可能有3、4万吨了。你到他们那儿去，它肯定可以叫成航母了。而且你让它用来起降，像 F-35这样的战机也完全没有问题。也能起来。对，不同的 OK，国家叫法不一样。就是中国的那些军迷，你愿意把它叫成轻型航母，我就告诉你，一般来讲，把它叫成轻型航母，就是对二等国家来说的。二等国家会把它当成航母，轻型航母来做。你是不是愿意把是中国当成二等国家来说？你要不愿意，是，你就踏踏实实叫它两栖攻击舰。了解。咱们现在是有3艘这种在役的两栖攻击舰，海南、广西、安徽3条，四川是在去年年底下水的，带有电磁弹射和阻拦索。对，那是076级的，那你前面说的对那应该是075级。对，075级是35000吨，076级就直接4万吨了。那比什么泰国、西班牙的航母都要大多了。好吧，除了这个咱们的福建舰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小兄弟们也在开始做，也开始去下水了。两栖攻击舰的作战目的和航母是不一样的，航母嗯的作用是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两嗯栖攻击舰的目标就是对地攻击，所以它的用，OK，途也就不一样。蓝色海军要上航母了，岸边折腾咱就是两栖攻击舰。也不是，你比如我想远程去攻击，比如我想去占领南极洲，是吧？那啊，我就派出一个包括航母和两栖攻击舰在一起的特混舰队过去，航母夺嗯取制海权和制空权。虽然南极没有海军，但是我们假设它有。两栖攻击舰直接带着这些海军陆战队什么的垂直机降什么来干这个事儿的，
所以想清楚。对对对，是两栖攻击舰这个名字还是挺有迷惑力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觉得是在诺曼底抢滩的那种平底船，后来发现这玩意儿长得跟航母似的。对，它是等于对付你有完全的防备力量的岸防部队的，实际上你的作战对，对象不同。咱们说完了弹射的事情，我还有一点小的这个困扰是什么？缆索，最后把它拦下来这个东西，它后嗯，边应该也是个电磁的东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备能够把它拦下来？没有弹射的时候也有阻拦索，是那个时候的阻拦索一般实际上就是弹簧加减震器。那现嗯在有电磁弹射了以后，我们肯定是用的电磁阻拦索，因为结构，OK，非常简单，要比这种弹簧减震器的结构要简单多了。我觉得福建舰的阻拦索99%是电磁阻拦索。OK，因为原来我们在民间还传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美国航母用的阻拦索其实是拐了八道弯从中国的一个什么钢厂买的。等咱们开始造航母的时候，这玩意儿有没有？然后下的一钢厂说，我这儿正好做过，我仓库里还剩一堆，你拿去使。阻拦索应该准确的叫法是阻拦索系统，那根对，钢丝绳只是它对，其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构在里头，你最多只是说你能够给它做这根钢丝绳了而已。对，现在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玩那个叫什么工业大模拟，摸来摸去，后来发现美军军舰上用的这根阻拦索，就是这根钢丝绳，有可能咱们这边某个厂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给出的规格就直接给造了。对，我告诉你配方，我告诉你工艺什么的，你按照这个要求给我造，我来验收，我告诉你说这是完全我要一有可能。个什么样的技术规格，要能够有多大拉力，多少那什么，你给我造去，咱就造了，然后你来供应。光给技术规格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啊，以前没干过，我不知道怎么能达到这个规格，我只是能回复你说我达不到，所以他肯定是也告诉了你的一些工艺、一些配方什么的成分是。比这类的，他肯定都告诉你了。对，但是刚才我查了一下 ChatGPT，他们否认这件事情，说没有。美国的阻拦索都是在美国自己招标采购的，但是它这些公司实际上也都是一些贸易公司，这很多贸易公司在给它供应这些阻拦索。他可能并不是美国海军直接向这个钢厂采购，他对，可能也是中间有手套，中间过手，是是是是他肯是，定是这样的。造阻拦索的叫阻拦系统，是不是要比造弹射系统要简单多了？那简单太多了。嗯，了解。但是它弹簧和减震器是很关键的，当然对，这个锁也关键，材料要求很高。锁的材料要求很高。弹是簧它的不光是材料了，弹簧的设计啊等等的这些因素，包括你的工艺处理，怎么去调直，怎么去处理，这些都是要求很高的。你的减震器也要很好，这又涉及到液压系统的事儿了。中国到是目前为止，那些精密的液压发件还是依靠嗯进口的，就是非常高精度的液压发件还是依靠进口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己在工业上的一个短板。是。这样的，好的，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掰扯了一下这个福建舰上弹飞了3种飞机，视频上其实也有通过阻拦索让这3种飞机降落的一个视频。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在美国之后，全世界第2个可以用电磁弹射器的在航母上起降飞机的国家了。要我说两句的话，虽然已经成功了，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我一直在说那句嗯，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是，了解。我们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这事儿还是要承认的。但是对，这是说弯道超车就有点太不理智了对。啊。我们也乐见这些新的设备不断的推陈出新，虽然我们不希望它有用上的一天，对对，用它来威慑还是不错的。威慑还是可以的。对，嗯，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和土拨鼠的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再去解答。行，好，那我们就没问题，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